实都与你说过了，我兄长正在闭关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闭关？你们大家长约了我们结盟，结果谈定就消失无踪，而剩下暗河的人还在干扰我们的好事。那还不是因为那一日我兄长与琅琊王对了一掌，才受了内伤。莫非？我听说，炎魔掌每提升一个境界，便可建一方天地，而一旦到了第9境，便可成天地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炎魔掌到9境的修炼者。是你啊，老头。暗河的大家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来你们在离开影宗之后，又投靠了大皇子。哼，那个时候果然我才是对的。对于对手，我就应该斩草除根。也不知道沐雨看到此情此景，会不会后悔啊？我们若想能长久立于天启之中，自然要寻找一些依靠。大皇子殿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然我和大家长又怎么会在这儿相遇呢？你说呢？此间事了。那么，天启3家、暗河3家，所有人都尊称你为大家长。等大皇子殿下登基后，我们将取代如今的内卫司，真正的立于光明之下。走吧。许久未见这位大皇子殿下，如今我的炎魔掌已经练到了第9重，我倒想看看是谁会成为第一个被我喂掌的人。连月的天地本应该是江湖，是否人经历多了，这话也就变多了。你同司空长风一样，喜欢对着风景长吁短叹。你我所摘的花叶树木是一样的，但是你的里面有3片桃叶，所以说你输了。罢了，帮我同司空长风说一声，我要去趟天启，归期不定。因为原来活得太束缚，所以事到如今才会有感慨。像你现在这样就很好，活得自意。你阿娘叫你暗中来保护我，劳烦了。所以你后悔当年的抉择吗？如果有一天你遇上一位高手，得到了同他问剑的机会，最终却因为问剑失败，手上一辈子也拿不起剑，你会后悔当初与他比试吗？不会。这也是我的答案吧。人生就如同望城山上那问卜的桃花壁，只有一面可以朝上。我想要海晏河清，便得舍弃江湖肆意；你想要领悟无双的剑意，就要承受世间的结果。憋屈。
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失败。那么，我便先去百花楼了。等空了再去听美音弹琴啊。婉儿定会为先生备下雅作。头儿，你们也来了。你让大家长告诉我们，不再需要做那藏在面具下的12孝，可与你并肩作战，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来了。新换的刀不错，黄泉当铺取来的，削铁如泥。头儿，你且放心，我们的武艺最近也精进了不少。不听那个丫头的，能不能现在就离开天启城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哲叔能将神医带走。天启城这些事，由我和长河来解决。真子讲的话，那就难了不？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你要是不想把你这个身体变得跟我一样千疮百孔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再动武，好好跟我那个女聊上几个月，真子才不会留下隐患。我会尽快恢复，请哲叔放心。放什么心啊？我跟你受的是一样的伤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如今你要是现在来一阵风，你就如同这盐一样飘散了。可哲叔，你不仅没有死，还依然是我们苏家第一高手。我比你清楚。如今的我，若是遇到真正的全力一战，与势均力敌的对手死拼，那便是必死无疑。这是我当年受的重伤所留下来的隐患，如今就是新百草在，也治不好我的伤。我以后还想将女儿托付给你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变成跟我一样。哲叔，我有我的打算。你有个屁的打算！你最后的打算，总是要拼出自己的性命，跟了你郑子丽，最后都是要当寡妇的。不过也没得办法，你就是郑子丽，所以你才是苏沐雨。既然我那个女跟你都下定了决心，那么就由我来帮你。哲叔不可！有什么不可的？你若使用此功，会遭到巨大的反噬。你放心，我还不会死，我会留着我这条命来照顾我那个女。苏沐雨，你没得办法的，你必须要接受我的整齐，不然你折属我，反而会立即而亡。苏沐雨，
等度过这次劫难，就离开江湖嘛。离开江湖，比如回南安城，你就做一个一辈子的小药童，帮我那个女卖药、捣药、煎药，待到日落时分，你再去做一碗难吃得很的面，然后我那个女啊，一边骂到你，一边把那个面吃了，你呢就不好意思，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去买了桂花糕。真子的一辈子，是不是也蛮好？我总不能一辈子做面都很难吃饱。哼，你也觉得蛮好吧？我可以住在南安城，安然度过一生。可安和的子弟们呢？若放任他们散入江湖，总是会在某一日死于无人之处吧。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我相信哲叔当年也是很有责任心的。毕竟你是前任的魁，而且你出身自本家，本应该继任大家长之位的。曾经是吧？那个时候，我一腔雄心壮志，只想有一天能够名扬天下，好好争一争这天下第一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遇到了爱情，便只想到仗剑天涯，远走高飞。什么安华，什么天下，都不如在这星空之下仰望群星。你呀，真是不如我。看来我苏哲才是这天底下最好的男人。狗爹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应当是神鬼涅槃功。传闻中，有人受了极重的内伤之时，便可以以命换命。虽经过改良，传功之人并不会致死，但是也会遭到极大的反噬。这说为了松玉，真是倾尽全力了。听说最近天启城不太平啊。飞虎将军府有刺客夜袭，闹出了挺大的动静。典业，他招惹什么人呢？这个奴才就不知晓了，好像是一些江湖人。江湖人，江湖人的事，是不是应该问问若风啊？这些江湖人似乎的确和琅琊王相识。江湖人竟然敢在天启城刺杀一名将军，实在是太过胆大包天。传令给典业，固授予他权限，全城搜捕那名刺客，飞虎军精卫任由他调配。奴才遵旨。如今我的研魔掌已经到达了第9境，但是我只觉得天下偌大，不过我一掌之宽。对了，老头，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将研魔掌提升到第9境吗？我们天启三家所拥有的研魔掌掌法，和你们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留下的掌法和秘籍是不全的，
最多便只能炼至第8重，而同样的境界上，也无法与你们相匹敌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老头天赋不行呢。你这么说也没错。不过大家长，你可知道为何天启3家留下的掌法秘籍是不全的吗？愿闻其详。因为研魔掌是一门极其邪门的武功，炼至最后会有极大的反噬，所以天启城中留下的秘籍进行了一些改变，无法发挥这掌法全部的威力。而在暗河的你们，为了追寻更强大的力量，所以留下的是原本。许久未见了，大家长，你可知道，在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，发生了什么吗？听说我们暗河的朋友差点死了，我们的苏家家主也快死了，甚至于鹤羽药庄差点在那夜被夷为平地。你们可知道，我现在很生气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胡来！胡来！卓清公公，你说我现在胡来一下，一掌拍死我面前这位大皇子殿下，你能来得住？大胆！如果是以前的你，必然无法在我面前做到；如果是现在的你有5成的机会能取走永儿的性命。我还真想试试。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呢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多亏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挣脱，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爱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蜿蜒去着，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倾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窟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，唯一点光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
只允许留下一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、谁惹了穆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二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两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三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。那便来吧。八节制，刀剑合十，攻守皆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二入局。我为尔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有生于河下残风冥冥中汹那我走了。回头望云都乱岗，闭上眼月暗之上，谁觉家乡典礼长空，任空出世扭转乾坤，风雨笑子里更深，走在我脚下我不寻根，这一生不爱也不恨，经历穿越大河，众生一月的人们的泪痕。
逆流的珊瑚中身份，请忘记我是谁，因我也是我们。三五一生，世纪将无耻群像，向这里出滔滔，而雷不活动，风起此反风云，比肩真高，江州北风光临千万顷，一流水沙背负大江，心了几万里。刀光剑影出鞘，一捧好人仰天长啸，手如履薄冰，谁弹起恨你，传至光明，无悔脚下不胜履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醒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
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哎呀，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赢？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
你早就死了。叫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，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
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，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
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的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
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，乃是18剑阵。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下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
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史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